接上级老太太走后，要不要一起走一走？饭后走一走，活到99。你看看，君家那小子又哄着小飞陪他散步了。你那么不喜欢他们俩来往，你明说啊，在我这里绷着脸，你女儿看不到，姓君的小子也看不到。那小子是个眼瞎的，他老是到了饭点就过来，我摆脸色给他看，他像是看不明白似的。小飞说和他是朋友关系，两个人聊得来，当着小飞的面，我也不好摆脸色啊。君然其实很不错，并不比战印差多少，我更欣赏君然呢。我也知道君然不错，可是君然是 A 市人，那么远，我们就小飞一个女儿，我可舍不得我的女儿远嫁。君然新买的房子就在我们家隔壁，你是不是想默许了？是，他是买了房子在我们家隔壁，也长期在宛城生活，谁能保证婚后他不会带着小飞回他们的风尘山庄去？说不定他买下那栋别墅，只是为了哄我们同意把小飞嫁给他呢。要是小飞嫁给了他，他带着小飞住到哪里去，还能由着我们决定。那你跟君然明着说呀。今晚吴痕回来了，让吴痕找个时间去他公司，在公司里跟他聊聊，免得被小飞知道了。住在这里那么多年了，我还是现在才发现这里的风景挺美的，绿化很好。这里的环境是很好，所以我知道你邻居的房子要卖的时候，就赶紧下手了。这里的环境好，安全级别也高，地方也大，虽说是二手的房子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。你买我家旁边的别墅是捡到宝了，那栋别墅占地面积广，我们家都想下手的，是你下手太快，抢到了。我哥当时知道被卖了后，还说竟然有人动作比我们还快的。我在想是谁下手那么快，没想到是你，君然，你有眼光，真的，你买那栋别墅不会亏的。你现在又请了大师过来改了风水格局，等你搬进去住后，你的工作会更加顺利，说不定你们风尘在这边的分公司也能成立为大集团呢。还有你的心上人，他肯定也会喜欢你为他准备的大别墅的。希望他能喜欢。君然，我们现在都这么熟了，我是真把你当成蓝颜知己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喜欢的女孩子是谁？我挺想知道那个能让你心动的女孩子长什么样。你真想知道？早就想知道了，是你一直不肯说，搞得那么神秘。我把我认识的名门千金都过滤了一遍，也猜不出来。我看你参加宴会的时候，对谁都是笑眯眯的，很难通过你对他们的态度来猜答案。你快告诉我，你心上人是哪家千金？肯定是宛城人吧？你在这里买的房子，就是为了你的心上人吧？是的，我就是为了他，为了接近他，为了能经常看到他，近距离接触他。我这栋别墅的翻修方案都是和他一起讨论后得到他认可的。君然，你这是暗指我吗？小飞，这不是暗指，就是你，我喜欢的人就是你。买这栋别墅是因为离你们家近，以后咱们是邻居，我能近距离接触你。我们俩若是能在一起，就常住在那栋别墅里，方便你回娘家。商小飞觉得意外，又觉得不意外。吃饭的时候，战奶奶暗示过他。小飞，我喜欢你，不，我爱你，能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？若是你不能接受我的感情，也请跟我保留朋友关系，不要跟我一刀两断。我是第一次如此认真的、用心的去爱一个女孩子。我们君家的男人一旦娶妻，就是一辈子都忠于家庭，忠于婚姻，不会背叛妻子的。所以我们对待感情都是非常认真的，绝对不会抱着玩玩的态度。我知道你们君家家风很好，在 A 市多的是年轻的女孩子想嫁入你们君家，不是图大富大贵，是图有情郎。君然，你让我考虑一下。我理解的，你慢慢考虑，我不着急。就算你不想接受我，我也愿意等着，等着有一天你能接受我。我就是觉得有点突然。是我唐突了。两个人之间突然就静默了一下。他是觉得人人都看出他对商小飞有意思了，再拖着不表白也不好。既然商小飞问起来，他就直接表白了。我们回去吧，我还要去书店找彤彤。好。商小飞到了书店，只看到沈小军、海童不在。小军，彤彤不在吗？他去春暖花开了，估计很快就会回来。小飞，你是不是找彤彤有事？能跟我说说吗？要是不适合跟我说，我给海童发信息，让他早点回来。估计他也快要回来了。他说忙过傍晚那段时间，他就要陪战少应酬。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，也不一定非要海童在，你在也是一样的，你也是我的朋友，又是过来人。谁向你表白了？我就说你这么好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没有人喜欢呢？只要你想嫁，多的是想娶你的男人。也就是在你们的嘴里，我才是好女孩，在别人的嘴里，
我是个野蛮千金，那些太太们从来不考虑我当他们的儿媳妇，觉得我这样的儿媳妇，他们压制不住。那是他们没有眼光，人云亦云，没有了解你，就听信谣言。我和海童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这个人很真实、直率。小飞，你是真的很好，并不是我们和你交好，就说好听的话来骗你。跟我说说，是谁向你表白了？是君家五少爷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君五少对你的好过于明显，为了接近你，花重金买下你们家隔壁那栋2手别墅。你以为君五少缺房子，宛城多的是好别墅，他没买，跑去买那栋2手房，不是为了你，为了谁？原来在他买下那栋2手别墅时，你们就猜到了。我那会儿一点都没有往别处想，我只是觉得那栋别墅连我家都想下手，居然会买下来很正常。他要重新装修，向我请教装修方案，我也没有多想，把我的意见跟他提了，他都听了。那是为了接近你买的房子，不出意外也是想以后和你一起住的。你提的意见，他自然会听，也会按你的意思去做的。小军，你说我要不要接受他？他是向我表白了，有点猝不及防的。不用着急，你先慢慢的考虑，觉得自己愿意和他在一起，想过一辈子了，再接受他的感情吧。现在嘛，好好的享受一下被优秀男儿追求的甜蜜吧。我觉得我还没有爱上他，不过和他在一起，我很开心，跟他也有很多话题。以前我觉得最好的男人是战鹰，认识君然后，我才知道好男人还是很多的。战少很优秀，但他眼里无你。君然或许在身份地位上不如战少，但他眼里有你，心里装的都是你。他们的家世是不分伯仲的，难得的是家风都很好。小飞，若是无法两情相悦，那就选择爱你的那个男人，他爱你，才会包容你，宠着你。你不用刻意去做什么，像我和苏南那样相处，顺其自然的，没有大风大浪，平平淡淡的，却很幸福。苏南很浪漫，经常会给我制造一点小浪漫，这就够了。没有多少人的感情是轰轰烈烈的，咱们也不必追求轰轰烈烈，但求有情郎吧。什么轰轰烈烈的？你们在聊什么这么热闹？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还好我们俩没有再说你的坏话。彤彤，你去春暖花开找宁大小姐了吗？宁大小姐怎么样了？她也厉害，看不见都能告她的继父和亲吗？我去买了束花给战印送过去，没看到云初，她一整天都不知道去哪里。店员说了，她回来会叫她打电话给我。他也没有打电话联系我，现在他又换了手机号码，长嫂难当。那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谁叫战奶奶给战逸晨选了宁云初呢？话说追妻是战逸晨的事，怎么样你替他跑腿？他跟云初说了实话，云初逃避他了，他不就找我帮忙，我想着也就是劝说几句的事，就答应下来了。他手机号码一换，我都找不到他。小飞，你今天咋有空过来？商小飞顿时有点脸红，海童看得惊奇极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脸红了？难道有喜欢的人了？那人是谁？说出来听听。除了君家五少爷还能是谁？原来是君然呀，不错，君然很好。小飞，你和他很般配，不过我大姨就你一个女儿，他老人家可舍不得你远嫁，不只是我大姨，你家里人都舍不得你远嫁。现在你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瞒了，大姨早就私底下拜托过我，托战印去和君然说，舍不得你远嫁，让君然离你远一点。远是远了点，不过现在交通方便，坐飞机也就2-3个小时的事。况且君然长期在宛城工作，他在宛城也有房子，现在又在我家旁边买了栋大别墅，跟我家做邻居了，一点都不远。海童和沈小军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两个人都笑了。你们笑什么？我又不是给君然说好话，那些都是事实。君然向我表白了，一点都不浪漫，没有玫瑰花，没有其他礼物，就那样干巴巴的说喜欢我。等会儿我跟君武少说一声，让他给你准备玫瑰花以及其他礼物，重新向你表白。彤彤，你是站在谁那一边的？我当然是站在你这一边，替你考虑，希望你幸福。我会幸福的，对婚姻我不会将就，肯定会嫁个好男人的，那样我就能幸福。商小飞把心里话向好姐妹倾诉后，对自己的选择心里有了底。接上集与此同时的战氏集团，下班时间一到，战英就抱着大束花走出了办公室。总裁夫人送过来的吧？这束花真好看。是彤彤送给我的，除了她送花给我，我会喜欢别人送的花束，我看都懒得看一眼。好看吧？我也觉得很好看。苏南，我记得你办公室里有一个花瓶，你那个花瓶在哪里买的？有没有更大个的？我也想去买一只比你那只更大个的花瓶。没办法，我老婆送给我的花束太大，只能买个大花瓶才能放得下花束。
你还需要买吗？你家里那些古董花瓶，搬一个最大个的到公司，摆放在你的办公室里，然后再把总裁夫人送给你的花束插在花瓶里，那才叫做一个漂亮。你这个建议不错。晚上不是要应酬吗？我现在去接我老婆，她今晚陪着我去。我再上1个星期的班就休息了。离办婚礼的日子不是还有半个月吗？半个月也就2个星期，我提前休息1个星期还不行，总不能让我上班上到婚礼当天吧？战印无话可说。一起走，我也去接我老婆回家吃饭去，顺便带我老婆去看看我和她婚后住的婚房。你哪栋房子当做婚房？山顶别墅吧，离你家不远的。小军和嫂夫人是好友，我把那里的别墅当成婚房，也方便小军和嫂夫人聚会。我还想着你要是换一个地方，我也把挨着你家的房子翻修一下当婚房的。既然你是选择山顶别墅，那我还是住山顶别墅吧。那房子我也住了近10年，熟悉有感情。你那栋别墅不用翻修了吧？虽说你住了近10年，当初你的装修就是用了最好的装修方案，再过10年都不会过期。主要是装修时间不是1天2天就能完工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不过还是征求一下我家彤彤的意思。我想着好好布置一番，房子还是拿得出手的。你的房子要是拿不出手，谁的能拿得出手？别人新装修好的房子都不如你的豪华。此时战印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准是我老婆打过来的电话，她可能想来公司接我下班。我现在也很幸福的，我办婚礼还在你之前呢，你不用在我面前秀恩爱了，刺激不到我了。我也没有秀恩爱，那是我夫妻俩的相处日常而已。等战印掏出手机看到来电显示是君然的时候，他的俊脸抽了抽，苏南一下子笑了起来。战总，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战总，打扰了战总用餐，真的对不起。我还没有用餐，军武少找我有事。也没什么紧要的事，就是今晚得闲，不用应酬，想请战总吃饭。战总既然还没有用餐，能否赏个脸？很不巧的是，我今晚有应酬，不方便呢。军武少改天要请我吃饭的时候，可以提前跟我约个时间。那是真不巧了。那战总大概几时有空？我们一起吃饭。军武少最近打算回 A 市吗？我下周准备带着我老婆去你们 A 市旅游。武少要是回去的话，可以请我夫妻俩吃饭。我暂时不打算回 A 市。战总打算下周就去 A 市吗？我跟我大哥说一声，战总过去了，我大哥会招待你们的。那就麻烦武少和叶总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那战总先忙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，让我大哥提前安排好。你下周就带嫂夫人去旅游。计划是这样，这周我大姨姐还未出院，彤彤是不会放心出门的。下周我大姨姐已经伤好出院，彤彤才有心情。我下周不上班了的。放心，不会影响你结婚的。你婚礼之前，我夫妻俩肯定得回来。我们既是你们夫妻俩的好友，也是媒人，怎么可能会错过你们的婚礼？我战家男人那么多，你我不在公司里，他们也能撑得住。况且我只是出门几天而已。战氏集团是成熟的大集团公司，自有一套成熟的管理。就算你我1个月不回公司，公司也不会有事。只要你不是让我继续留在公司给你做牛做马就成。我又不是周扒皮，瞧把你紧张成什么样子。我也没有把你当成牛马来使唤吧？没有，都是我自愿为你做牛做马的，也亏得我为你做牛做马。你收获了幸福，也不忘拉我一把，给我和小军牵红线。咱俩是好朋友，好兄弟。这张嘴还是像抹了蜂蜜一样甜，怪不得沈小姐被你哄得团团转，这么快就答应嫁给你了。也不算快吧，我和他也处了大半年才结婚的好不好？还快呀，我恨不得马上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呢。2个人聊着天，很快就到了书店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下班回家吃饭，顺便参观参观咱们的婚房。彤彤，可以走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小军，要不我先走，你等会儿把店门关上再走。行。海童一直都是个自信满满的人，也就是刚知道战总的真实身份时，有过短暂间的自卑，很快就调整过来。如今他是越来越自信了。他适应了战家大少奶奶这个身份，也适应了战印生活的圈子，深得战印的宠爱，婆家人的疼爱。他没理由不自信，我老婆也是这样。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卑。你刚才说去看婚房，我们婚后住的房子，你还没有跟着我去参观过呢。我以为我们婚后住在你们家里。结婚当天肯定是回家的，蜜月归来，咱们就住到山顶别墅去。战印在那里也有一栋大别墅，你去过他家吧？我们的家也在那里附近，方便你和总裁夫人见面。你在那里也有房子呀？我的房子多了去，全国各大城市都有，不过在宛城的房子最多。决定把山顶别墅当婚房是那栋别墅最大，装修的最豪华，又离战印家里最近，我想你肯定喜欢的。咱们房子多，一下子也无法带你参观完所有房子。以后有空了，咱们轮流住一段时间。我终究活成了包租婆。包租婆不好吗？我记得你当初说过，
没什么大愿望，就和爸妈那样当个包租婆就行了。包租婆太无聊呀，天天除了收租还是收租。你可以请我帮你收租。你自己都是包租公了，我们村里的人现在都找了事情做，打发时间。我省开着保时捷去上班，把他老板的车价都比下去了呢。他就是个清洁工，一个月拿个3、4千块钱的工资，但他干得可认真了。老板说他开的车太好了，他第2天就换了一辆宝马。老板还是觉得他的车太好，他只得跑去买了一辆电动车，和我一样，天天骑着电动车出门赚那3、4千块钱的工资。这是咱们宛城土著的生活写照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苏南都是每天下班后就接沈小军回到他们俩的小家，快乐的日子过得很美，俩人婚礼也如期而至。婚宴上，宁云初刻意躲在角落里，另一个刻意躲着的人则是海玲，两个人凑巧躲在一块了。海玲姐，你怎么也坐在这里？我可能是身体刚好，还不习惯热闹，就坐得偏远一点，安静些。那我陪海玲姐坐在这里，有个伴。此时海玲看到战逸晨走过来了。林大小姐，我上洗手间去。说着也不等宁云初回话，他就赶紧溜了，给战逸晨腾地方。海玲姐，我也想上洗手间，你等等我。海玲姐走开了。战二少爷，我失陪一下。宁云初，你要逃避我到什么时候？战二少爷，我没有逃避你，最近我是太忙了。我天天去你的花店找你，都找不到你。我大嫂去找你也是一样，你也没有给我大嫂打过电话。你把手机号码一换，就避得远远的。我知道你很忙，你忙着和那个姓莫的在一起，是吧？战二少爷调查我了。我只是关心你，想知道你每天在做什么。我能做什么？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，我能做的事也都是我的私事，与战二少爷无关。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我送你回家，然后我们好好的谈一谈。不用，我家司机会过来接我，不用麻烦你。你是老老实实的跟着我走，还是让我皮晕你，抱着你走？我数3声，你要是还做不出决定，我就抱着你走。那就麻烦你送我回家了，但是你喝了不少的酒吧，酒后别开车。我为了等着送你回家，特意是一滴酒都没有喝。一路上，宁云初都是一声不吭的。不久后，回到了宁家别墅。你要搬家吗？还是从其他地方搬了东西回来？什么？你家门口停了一辆货车，我瞧着像是搬家的。你答应让谁搬到你家里住吗？没有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是我2个大姑搬回来住。我看他们搬回来住是想霸占房子吧，还有想争夺你们家的公司。这栋别墅本来是我爸留给我的，不是他们想抢就能抢走，公司他们也没有那个本事抢走。大小姐，你回来了。2位姑太太说要搬回娘家住，把东西都搬过来了，房间还没有安排好，你看。通知所有保镖把2位姑太太的东西都扔出去。我回我娘家住，谁敢把我的东西扔出去？宁云初，这是我的娘家，这房子还轮不到你做主。房子不是爷爷奶奶名下的，不属于你的娘家，这是我爸留给我的房子，还真轮到我做主。我不欢迎大姑和二姑住进我家里。管家，通知保镖把他们的东西扔出去，把他们的人都给我轰出去。我的地盘，我做主。管家看了一眼战逸晨，心知有战二少爷给大小姐撑腰，天塌下来也不用怕，马上就去处理。宁云初，你敢把我们的东西扔出去试试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我的家，我就不喜欢你们住，不给你们住，咋的？这是我们的娘家，爷爷奶奶名下的房子才是你们的娘家，这不是2老名下的房子了，这就不是你们的娘家。虽然我是你们的娘家侄女，但侄女没有养姑姑的道理，所以我就不让你们住。就算你爸活着，我要搬回来住，你爸都不能把我往外赶。你个瞎子，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？看我不替你爸教训你！你敢动云初一下试试？